很高兴请到10大杰出青年的杨雅伦。嗨，大家好。对，然后这是个 title 了，慢慢开你玩笑。演艺圈能登10大杰出青年的不多啊。好，这讲回来就是看这几年风风火火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。对，觉得你非常上进。刚讲到主持这个东西，所以主持现在你的想法是怎么样？你得到什么，或者你想继续往这边发展呢？还是我觉得我得到一个放下。因为我在主持之前，其实我对很多人的成见跟偏见是存在的。然后我到了主持之后，我接触的每一个人，我就开始渐渐觉得，其实每一个坐在我对面这个人，有很多角度可以去欣赏。反而就让我对于人这个接触是越来越有兴趣的。我觉得我的包容跟我的尊重力，在主持这个工作之下被打开。举例来讲，你举个例子好，这个人名字可以谈的，比如说你一开始对这个人觉得不怎么样，那后来你就觉得，其实他真的有一些东西值得学习，或者从访问中他很诚恳的回答问题的。比如说我其实有一集非常的印象深刻，是王世坚议员，就觉得说这政治人物啦，然后做了这么久，一定会有一些很世故的气息。但我在他身上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人很亲切。对，然后他说的话也不会让人家觉得他是由上往下的。尤其是他分享一个东西，我最惊讶。他说他带了他很珍藏的表一箱来。他敢带来？对，名表，各种名表吗？不是名表，是什么？哪开是 G-Shock、Casino 那些曾经真的陪伴他的那些表，我以为会是什么百达翡丽或是 Rolex， 结果不是，他却分享这个，但他的笑容跟他从内心上，对，是真的，你会觉得这个人太可爱了。我觉得我做很多事情都是在想要去体验人生的存在感是什么。对，你家境不错嘛。你家境不好，你可以做那么多事情。是爸爸是医生，就这样而已。对，对不对？你那个家境不好的话，你还能你算是福气。我说你不是坏事了。是，你最想跟谁一起合作主持？我吗？近期啊，会想跟陈哥吧，因为是好朋友的关系。陈，陈很好。因为我觉得他也应该是一个蛮愿意照顾后辈的人，然后愿意不藏私这样。他是，而且他很合群，他知道他现在也做得很好。对，他是做得很好之后呢，他不会因为做得很好之后就觉得别人讲话不好笑等等，他不会，他都很捧场，尽力捧场。对，那个主将还是帮人家鼓掌，一边骑马打仗还你这样，我觉得这个世代实境秀给我的感觉是，终于有一个舞台是能够让艺人完全不要包装自己。好，你现在圈子朋友交的蛮多的，人缘变得很好。对，你以前是人缘好的人吗？不是，不，你也没有孤僻了。你不是你并不讨厌，你只是不知道如何跟人家 deal with。对，为什么会这样起来？你说转变吗？还是当时我当然知道了，说到这样的，但是你变得不是变，其实你本来就是应该蛮这样的人。我就是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。对，不装了嘛。对。以前我觉得没有了，我没有要跟大家交流，好怕进步非常多。我看你进步非常多。对，往制作人走也蛮有趣，你会决定一些角色。对，我蛮喜欢看人的，就是觉得这个人有趣的点在哪，就把他塞到哪里。对，这是一个蛮好玩的事情。你好好把身体养好，然后我觉得前途似锦，多交一些，多看看谁可以跟你合作，等等，然后找共同的伙伴。好，长师爷一个人太辛苦。对。观众欢迎收听。我说到哪里了？我们今天访问的是10大杰出青年严雅伦。我钟哥，你的实境节目这个营业中，嗨，营业中，对。然后当初汤哥找到你，他跟你很熟吗？没有我说的是制作人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对，目前那时候是完全不认识。他看你什么特色可以参加这种 reality show？ 我记得我那时候是去了玩很大的7周年。OK， 对，然后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我是可以开玩笑、耍宝的，对，拿偶像耍宝，对。然后别人在我身上做奇怪的事情，我也不会生气，但我觉得好玩的，所以可能是因为这样吧，他们就找我去这个营业中里面。你有机会跟言承旭聊聊对，跟他讲说，其实偶像可以做很多事情。是，有偶尔听说了，不瞒跟听众朋友讲，其实他也不错，但是他一直卡在那个偶像那个阶段。
不容易翻身。真的，我从很外围都可以感受到那个严哥的能量。炎亚纶讲的不是我讲的。好，那这是一个转变。你去看玩很大，玩得很开。那我那时候也没想太多，我在第一季的时候就发脾气了。玩很大的，真的吗？第一季营业中的时候啦，那时候因为跟我搭配的人叫佑廷，然后他的逻辑跟我的工作逻辑非常冲突。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我出乎预料，我以为我已经修炼到任何人都可以相处。不，实体节目不是就要这样子吗？就是要这样。我才觉得就是要这样。对。然后也因为这样，汤哥在结束第一季之后有问我说：“那你第二季还要参加吗？”就是他怕我受不了那个工作的环境的压力，这样。但我说我还是要，因为我觉得那就是人生东西。我觉得 reality show 在录的当下，我一直不断的必须要面对自己，无时无刻。我现在做什么，会干嘛，会让人家感觉到什么？我现在说什么话，会不会让我的伙伴们不舒服？一直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，那是我跟自己对话最密集的时候。可是这个是 reality show 要的吗？不是你真实的该怎么样吗？但是我还是会做，我会把它说出来，我会把它做出来。但是我一直不断的在跟自己对话，跟自己想象。这一步之后我应该要干嘛？这一步之后我会造成别人什么样的感觉，或是被别人怎么理解？这样，因为现在这种东西的游戏特别多，什么剧本杀呀等等，都类似这样子。是的，那听众朋友会去玩大家玩一个剧本杀，扮演一个角色。可是玩这个，通常玩完这个东西之后呢，包括听众朋友他也会有个体会。我刚才在那个角色里面，他看到一些人性，对，甚至看到自己优秀跟丑陋的一面。其实你是一边在修正自己，一边想象自己喜欢自己什么样的样子，然后看看自己能不能做到。所以你要在 reality show 里边，你要你们每个都想表现出好人吗？也不会。像我近期的接下来要播出的这一集，我就已经忍不住发脾气。所以那种嫉妒、怀疑、恐惧、彷徨、无奈还是会出来，全部都会出来。OK。那你这样子的显示完，你觉得你自己最讨厌那个人性是什么？你人性中跟人家比，喜欢比较。对 ，OK， 贪嗔痴慢疑。我觉得那个是我最浪费精神的。比较什么呢？比较技术，谁的表现好，谁的表现多，或者是谁可以讲出更好笑的话，等等等等的。那时候都还是不断的会回到自己身上，会有感受。你发觉自己，你这个年纪快40岁还不到，你发觉自己这些缺点之后，你回到家会什么样的感觉？会怎么体会这个事情？想赶快修正吗？还是明天会更好呢？我会告诉自己，就回归到最纯粹的那个样子就好，一直不断告诉自己，你就把自己丢进去，不要再想了，不要再想了。其实我本来就是一个蛮喜欢反省自己的人，只是我有的时候你是圣人呢，你圣人呢？不是圣人，但是我常常已经，应该说，我大半时间都是情绪走得比较快，所以当我反省自己的时候，是已经做出事情了。可是情绪快其实是好的艺人很重要的东西啊。但是如果是干掉电视台，就不一定对经纪人来说就不是那么好的事情。不，事情已经发生了。一个事情，我们这个年纪看都有好跟坏。对啦，如果每一个人跟电视台都处理得相当好的话，也不会有其他的一些奇形异物的节目出来。真的，每个人都很和善，兄友弟恭，那个社会里面有什么好玩？你演戏这个事情，当然你以前就演偶像剧等等，但是你现在一直在演戏上面想突破，包括喜剧，包括你们那个我愿意，对。这个戏里面你演一个明星嘛，对不对？受到邪教的影响，对你来讲，这种角色是你很哈的。对我来说是一个当时我也正在经历的事情，因为我有去了一个是能够认识自己的一个算是团体的课程吧。这中间这些刚好跟有走火入魔吗？对到你有走火入魔吗？没有。没有，那应该还好啊。对你有什么帮助？你干嘛去上那个课程？当时是18年尾的时候吧，正在经历自己一个觉得自己会万劫不复的状态。蛮成熟，太可怜了。一个偶像明星变那么成熟，好可怜。我也想轻轻松松，老天不给。很好啦，你还要怎么样？你现在的发展，我觉得非常好，谢谢。我注意到这个事情，我觉得很特别，真的蛮好。有一代人，你看人从高中到大学或者国中到高中，小学到初中，高中到大学到进社会，每大概3-5年，
就会变化一次。那整个是人类就这样子嘛，就在变。世代的对共感是3年1代这样子。对。但我觉得现在更快哎，可能不知道，还没有这个研究出来。但是当然有一些书在讲这样的事情了，比如对啊，就像现在老这个问题就不是像以前看这么简单了嘛。对。我觉得现在对于老这件事情有太多的解读了。对啊，像你看，你37岁，你经历的事情就蛮多的。然后包括你的成熟度，也包括你所经历的演艺工作来讲，跟体会来讲，也就多很多。那以前我们那时候在37岁还是跟电视台混呢，就比较简单，对，你只要把那个地方顾好了就好了。对。蛮有意思。以前比较小聪明啦，现在是希望可以累积智慧，不太一样。对，那个就不要讲，就慢慢做就好。对啊，也不一定要看到目标，说跑路跑错了，这也没关系，没什么关系。生命一辈子在研究自己，会变成什么，就会慢慢发掘自己。是。